嗨，大家，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遛猫这件事。最近在社团上面非常多人吵这件事情，然后赞同的、不赞同的，一直很想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当然，我的观点也许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就只是我的观点而已。所有事情都有利弊，一件事情不是对或是错，就是中间会有灰色地带，所以自己大家斟酌考量一下要不要听哦。那我们就开始吧。为什么觉得我今天看起来非常的犀利？如果你有以下条件，不要遛猫：一、不愿花钱买牵绳还有外出包的人，买到的牵绳应该要在家里试穿，要试穿看看说到底合不合，还有他们会不会挣脱。拿到这个，你为什么不脱？赶快脱掉！就这样，哇，好厉害哦！这就是不合格的牵绳。外出包呢，通风很重要。很多外出包都有做一些拉链设计或是通风口的设计。当然，大家都知道一个空间要通风就是要有对流，所以呢，你要自己看看它有没有对流的网状的东西，或者是它全面都是网状。比如说我用的小宅包，它的四面八方全部都是网状的，所以它是通风的，而且我觉得是非常通风的，而且猫咪非常喜欢。还有另外很重要的是，车缝处要坚固。很多人就是贪小便宜，去淘宝啊或者虾皮买一堆100-200块的外出包，就是那种太空包。当然，太空包不是说所有的都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一开始也是用太空包，用下来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重点是你要看它车缝处有没有坚固，你要自己去拉拉看啊。假使说有的人就会问说，那如果拉坏了怎么办？拉坏就不能带猫咪出门啊？有病吗？反正就是你要去拉看，要去扯看，因为你要知道，以防万一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做这个动作。也许可能会真的给你买到不好的质量，然后被你拉坏了，然后就浪费钱。但是那是必要做的事情啊！既然要养猫，你就不能要害怕说要花钱或是什么浪费钱之类的，因为猫咪就是一个非常浪费钱的生物。毕竟我们买的玩具给他们都不要，他们就想要玩垃圾。第二，猫知识、猫常识不足的人，认为养猫就只是给它一口饭吃，不需要陪它玩，它很独立、很孤僻，它不需要人家陪，这都是完全大错的事情。猫咪跟狗狗一样，它们都是要人家陪的，但是它们的个性不一样。狗狗是会死扒着你的大腿，要你的注意力，要你关注它，要你陪它玩。猫咪不是，不陪它玩，它哪一天就可能坐在一个角落，它就只是一直看着你，或是不看你，甚至都背对你。可是呢，它们的心理其实都是要你去服侍它们，去跟它们玩，去化解它们的那个心理不开心。所以为什么说猫咪很像女生，就是一样的道理。而且养猫需要学习非常多的知识，而不是说你只是上网上 Facebook 说，请问哪个饲料好啊？然后大家就开始留言。可是你也知道，社团里面很多人就是厉害的人很多，当然，的人也很多，所以你不可以一昧的就是听从那些人，因为你怎么知道这些留言的人他们的知识是到哪一个程度？所以养猫就是你要去研究，你要上网站，你要去询问兽医，你要去各方的高手，你都要去询问。比如说中途的爱爸爱妈，他们经手很多的猫咪，所以他们一定会多少知道一些关于猫咪的知识。但是每一个领域的人对猫咪的知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集结成册，就是要自己去吸收这些知识跟经验。第三，不了解自己猫咪个性的人。这个是真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大家都以为所有的猫咪都是一样的个性，比如说就是高冷，就是孤僻，但是其实真的不一样。比如说我自己养了2只猫咪，这2只猫咪它们的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妈咪跟小面包都是撒娇的，但是它们2个撒娇的点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小面包是睡觉的时候就是要跟人家撒娇，它要人家像小 baby 一样要安抚它，然后早上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它也是要撒娇，然后要讨吃的。那妈咪完全不一样，妈咪如果要吃饭的时候，它不会跟你撒娇，它就只是会一直磨各个地方，但是它吃饱的时候，它才会跟你撒娇，而且它只跟爸爸撒娇，不会跟我撒娇，所以就是完全不一样个性的人。而且也许你了解猫，但你不一定了解你自己的猫；也许你了解你自己的猫，但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样这么了解自己的猫。是不是很绕口令？这是猫爸爸想到的，但是的确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看到猫咪的主人，他们都是说我的猫怎么样，我的猫怎么样，但是在我们旁人看来就觉得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可是当然你说是不是正确，谁知道？如果说去问宠物沟通师，谁又知道？因为我没有试过宠物沟通师，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是真是假，就是看主人的慧根吧。所以这一点就是比较难讲，但是丰富的经验跟你很认真的去汲取这些知识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另外，
比如说我们社团然后网络上的文章、YouTube 影片，非常多的资讯可能都在讲猫咪，但是你一定要会自己有判断能力，知道哪一个是该相信的，哪一个是觉得他讲的50% 是对的，可是另外50% 也许不对，所以你要自己有这样的判断能力，而不是说我这个他是挂名兽医，所以他就应该知道猫咪100%的东西，从里到外，从心理到生理所有事情，不是这么一回事。就算是兽医，他也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学到的东西。他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学校学的，他受到的教育是每一个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观点吸收到的，所以你收到这些很多的资讯，或者你要自己有能力去筛选，去有判断能力，知道到底哪些是该听的，哪些是符合自己猫咪的需求。多看一些事情，多看一些东西，可以在我们判断事情上面有帮助。4. 对猫没有耐心又非常急躁个性的人，带猫外出，他们是需要时间习惯的。而不是说一丢出去，然后这只猫就是可以很 free 在外面，这只猫就是不行这样子，它是需要时间去习惯的。就像你突然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你总要一个习惯啊。比如说我从台湾来到这边，我要习惯，我不是说我可能稍微会一点英文，或者是完全不会英文，我就我不能在这边生存了，我就是要马上回台湾。不是啊，这所有时间、所有的东西、生活环境都是需要有时间去适应的。而且你不可以带它出去，就是一昧的叫它从包包出来，就把它硬抓出来要适应，没有，你要让它就是循序渐进的在包包里面熟悉声音，熟悉不同的环境，熟悉车声、机车、摩托声、大卡车的声音，就是你要让它熟悉在包包里面才是最安全的。所以我才说外出包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5. 在外对周遭警觉性不高、神经又大条的人，带猫咪出门，注意力绝对一定要在猫咪的身上，因为你要随时注意它有没有任何状况，比如说心理压力或是生理反应。天气太热，它们的鼻子会很干，或是鼻子变色，或者是开始喘气，或者是心理压力的话，已经开始在里面暴跳如雷，然后撒尿、大便什么的，就是很失控的话，都需要做出你的危机处理跟反应。而且更重要的是，千万不可以任意的让陌生人或小孩或狗狗靠近你的猫咪。6. 把猫咪当狗的人，虽然我也是把猫当狗，但是这是完全不一样等级的。嗨，这个我玩。狗呢是愚忠的，猫咪不是。狗狗呢是只要在主人旁边，它们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但是猫咪不是，猫咪是需要一个非常让它有安全感的空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出门一定要带外出包跟推车的原因，因为那个空间里面是他熟悉的，他有他的味道，所以他会觉得很安心，就不会这么紧张。好啦，那接下来要来跟大家说一下遛猫这件事情。我们常说遛猫，好像是猫咪跟狗狗一样的在遛，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猫咪跟狗狗不一样，猫咪不可能从你出门到最后都是跟狗狗一样走在你旁边，就一路上都自己走。猫咪是需要它可能爽的时候它就走一下，走没几步它就觉得很累，它就躺在地板上，很 free 的猫咪就躺在地板上，或者是它就会想要进包包里面的。它们只是因为它们的好奇心跟环境让它安心，它就会想要出来探险，而不是它像狗狗一样，它就是喜欢在外面走啊，在外面闻啊，准备要撒尿啊，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它们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外出包，或者是你们如果是推车的话，它们就是在推车里面，然后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外面的声音，它们会充满好奇，会喜欢上这种感觉，因为猫咪就是好奇心非常重嘛，所以只有在定点且安静，让他们安心的环境，他们才会自己走出包包，或是想要出来。这个时间点才是最 OK 让猫咪出来探险的时候，安静还有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台湾常常就是说遛猫，在国外我们这边他们是讲 adventure cat 就是冒险的猫咪嘛，只是带着猫咪在包包里面，或者是他们很 free 的可以在包包的上面，甚至就是很 OK 的环境，他们自己跳下来，自己走到不一样的地方去探险，去 hiking， 去 camping。但是其实猫咪都没有像狗狗一样在地板上遛。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我还蛮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这一点，就是遛猫其实我们的用法有点用错了，反对的人或是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很恐惧，为什么遛猫在地板上走，等一下被什么东西撞到或什么，或是它很小只，它被吓到走失什么的。但是其实真的我们应该要把它改成叫 adventure cat， 就是探险的猫咪，在户外探险的猫咪，它们的生活区域就不是只有在家里，而且更何况台湾的家非常非常的小，其实猫咪它们也是需要很大量的活动空间。但是狗狗的话，你就让它去公园跑，那猫咪的话，它是喜欢，它需要走路，可是它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
外出包带它们出去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而且另外是，猫咪就算不想走的话，你也没有办法逼它像狗狗一样，你一定要背着它、扛着它的。所以我觉得遛猫这个词汇有一点。我觉得不太适合在猫咪身上。那以上都是我的分享还有见解。那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理性留言。那今天就这样啦，拜拜。猫咪本就喜欢待在家里，不喜欢出门。2、猫咪出门风险高，容易走丢、走失。3、有部分的人认为我们这些剖遛猫、剖猫咪在户外的这些照片啊、影片是会造成误导，会让很多人轻易的就想要效仿跟模仿，而导致非常多意外发生。